我要蝴蝶，我要蝴蝶。灵儿，快起来，有吃的了，快起来，来。妈，咱家的粮食不早就吃完了吗？这窝窝头从哪来的呀？妈用缝纫机跟隔壁李婶换的。妈，那缝纫机是咱家最值钱的东西。傻孩子，东西再值钱，哪有填饱肚子重要？今年大旱，收成不好，那隔壁李婶也是看咱们可怜，才答应同我们换的。快吃吧，啊！要是爸爸还活着就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不用饿肚子了。我上回在供销社看到大伯买肉，就好像看到了爸爸。我也希望你爸还活着，可惜我的丈夫江远成和他大哥江凯明是双胞胎，3年前他们兄弟俩一起出远门，回来的路上却遇到了他。秋莲，就只回来一个？什么？只回来一个？那回来的到底是谁？他俩长得一样，我也分不清。人已经到村口了，你俩自己去看看吧！啊，走走走，快快！你是江远成？不，你是凯明，你一定是凯明，对不对？说话呀，回答我！对不起。弟妹，远程他没了。你真是冤家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死了，我跟三阳该怎么办？妈，大伯在镇上当老师，还能吃上肉，咱们能不能求大伯帮帮我们？妈去找过你大伯娘，他说泽阳还要念书，家里也困，咱们就别去讨嫌了。妈，我也想念书。都怪妈没用，都怪妈没用。妈，我胡说的，我才不要念书呢，我就喜欢跟你下地干活。妈，不要伤心了。透过窗看一幕童话，枕着光芒的云霞。哎，我听说这家男人死了，就剩孤儿寡母，就去这家。你们是谁？啊，怎么了？把你们粮食交出来！妈，我害怕。没事，灵儿。两位壮士，我家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，粮食都给你们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。娘的还敢耍老子！退！别舍不得值钱的东西，这不就是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，快还给我！快还给我！快还给我！小逼崽子，你敢咬我！我去你妈的！
下妈妈，灵儿，大哥，不会死了吧？灵儿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去你的！大哥，怎么办呀？呸！真他妈晦气！先把他们的尸体藏起来，反正这家人家只剩着蒙玉俩了。旁人发现他们的尸体，他们哥俩早就跑远了。还他娘愣着干啥？快点啊！苏婉婷，快点，快点！苏婉婷，大哥，窗户，走。苏婉婷，大嫂，他们母女怎么不在家？我就在这儿，我求求你们看一眼，我求求你们救救灵儿！我这是死了吗？估计是婉晴守不住，跟男人私奔了吧？难为你特意来看他。我跟婉晴这么多年，感情一向好，就算她以为我死了，也不至于跟人私奔。可能是出去了吧？什么？难道是你不是大伯哥江凯明，是我的丈夫江远成？我就知道你不信。可你看，这屋子里空荡荡的，他肯定是把家当变卖了，然后跟男人跑了。你胡说！我把家当变卖了，是因为我跟灵儿都快饿死了。连这小灵魂力气都不强，我还说等泽阳考上大学，我就把真相告诉他，跟他们母女好好过日子。没想到这才过了3年，他就坚持不住了。所以3年前，你是故意说自己死了，我冲大哥江凯明跟大嫂过日子，放弃了我和灵儿。别生气，苏婉晴守不住，是她没福气。以后你就安心留在我名嘴身边吧。秋莲，你这个贱人，霸占了江月成，还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就算他要跟人私奔，他也不该带走梨儿，梨儿可是我的女儿啊！我呸！畜生！你如果真的在乎梨儿，就不会跑去给别人当爹。这3年来，你对我和梨儿不管不问，你有什么脸说这种话？别难过，你现在有泽阳，以后我也能给你生。大嫂，什么大嫂啊？你现在是江凯明，我就是你媳妇儿，你对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你两个贱死淫妇！求求你别走，你快救救梨儿！江月成！我说妹子，你说你还年轻，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？我的手变正常了，哎，我又活了。再找一个？找什么？找伴儿啊！你瞅你这一年收成也没多少，你呀找个力气大的男人，搭伙儿过日子。咱村的周福，隔壁村的李大壮，都是干农活的好手。你要是愿意啊，婶儿替你去说说。我想起来了，3个月前李婶儿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。难道说我仇成到3个月前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你跟远程感情好，他都已经走3年了。别给我提那个畜生！啥？没什么，李婶儿，
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，那就麻烦你去帮我说说。哎，太好了，你能想通啊，我这就去找他们去。上辈子我念着和江远成的情分，从来没想过改嫁，最后却落得那样一个下场。这辈子我一定要让梨儿过上好日子，让她念上书。对了，梨儿呢？梨儿，我刚刚看见你家梨儿在村口呢，她好像在跟人打架。什么？你快去看看吧。给我！给我的！给我！这是我的！姜子牙，给我住手！梨儿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你打妹妹了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我都看见你推她了。谁让她不肯把小画书给我的？这个小画书是我帮张奶奶打扫卫生，她送给我的，这是我的东西。你又不认识字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书？我不认字，但我可以学。你和你妈都是克星，克死了小叔，你根本不配认字。谁叫你这么说话的？泽阳，泽阳，儿子！什么大嫂啊？你现在是江凯明，我就是你媳妇儿，你对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泽阳，泽阳，快起来！弟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推泽阳？弟妹，喊得真顺口，看来他真把自己当大哥。他活该，谁让他抢梨儿的书，还推了梨儿？弟妹，小孩子打闹多正常，你是个大人，你怎么能下手打人呢？哎呀，是啊，怎么能打孩子呢？他说我的梨儿不配认字，是因为我们克死了远程。大哥，大嫂，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怎么会呢？远程的事就是个意外，肯定是村里人乱嚼舌根，让泽阳听到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是啊，弟妹，好歹也是泽阳的小婶，孩子说错话你教他就是了，你干嘛上手打人啊？我可没那个义务教他，他要是再敢欺负梨儿，我照样打他。弟妹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没办法，谁让我的丈夫死了呢？我要是不强硬一点，谁都能欺负到我们母女头上。梨儿，我们回家。儿子，是妈没有，妈不能给你做主。等等，大哥，请你自重。总之，你推了泽阳是事实，你必须给他道歉。我不要道歉，我要他的小画书。凭什么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就不怕我去学校举报你吗？我这是在主持公道。再说了，你们也不是孤儿寡母。我们不是孤儿寡母，谁是？难不成真正的孤儿寡母其实是大嫂跟泽阳？你不是大哥，你是江远成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就是你大哥江凯明。我之所以说你们不是孤儿寡母，是因为你们还有我。远程死了，我作为大伯也有义务照顾你们。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江远成，你等着，我迟早揭露你虚伪的面孔。别欺负到我和梨儿头上，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婉晴妹子，李婶把你的相亲对象带到你家里去了，正找你呢。现在什么？李婶的动作还真快，我这就回去。哎，好，走。相亲对象？难道他打算改嫁了？大概是婉晴耐不住寂寞了，我还以为他对你感情很深呢，不舍得改嫁呢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走泽阳。上辈子这本书大概被江泽阳抢走了，所以我从没见梨儿看过。梨儿，妈妈保证你以后会有更多小画书的。妈，我有这个就够了。梨儿真乖，走啊。哎，回来了，婉晴妹子，你快来。李婶儿，这个是隔壁村的李大壮，也是我的远亲。哎，人品我是可以打包票的。他这个情况跟你差不多。去年的时候，他媳妇儿生病走了，留下一个分舍的孩子，认识一下啊。
大壮哥你好。哎，哦，这是我闺女江离，今年8岁了。哎，你们好，这梨儿长得真可爱。这个糖给你吃。这个李大壮，听说家里有好几亩地，为人也不错，可以接触试试。李叔叔给你的，你就接着吧。接着吧。不许接！不许接！大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现在我的梨儿连一颗糖都不配吃了？弟妹，你是不是要改嫁？是又怎样？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远程吗？远程都死了3年，这就算放在古代，我替他守3年，也够对得起他了。就是啊，哎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没有道理不允许人家寡妇改嫁的吧？江老师，你不会是思想这么落后的人吧？哎，江老师，就算你是婉晴妹子的大伯哥，你也管不到她头上吧？他们母女俩吃我的喝我的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管？江侃宁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3年来，我和丽儿吃的每一粒米都是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啊，这婉晴妹子有多辛苦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但凡你这个大伯哥接济过他们的话，我也不会劝她改嫁的。你在装什么？我每年我的工资和肉票，我不是都让大嫂过来送你一半吗？就算你不下地干活，你和丽儿也不会饿着吧？没有，大伯娘从来没有给过我们钱和票。我和妈已经3个月没吃过肉了，别说肉了，我们都很久没吃饱饭了。不可能，丽儿，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会撒谎了？你闭嘴！我们家丽儿从来都不会说谎。不如好好问问大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秋莲，我让你把每个月的工资和肉票都分给弟妹一半，你应该都给了吧？泽阳正在长身体，那些肉票还不够他一个人吃的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泽阳寒饿，就你这3年，你总不可能一次都没给过吧？哎，没有，我就住在婉晴妹子隔壁，这但凡秋莲回来过一次，我不可能没有印象的。大哥，这下你知道了吧？以后可别再说我们吃你喝你，我们可担不起。秋莲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大哥，你又不是江远程，你赚的钱凭啥分给我和梨儿？大嫂不愿意给我们钱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我改嫁的事，就请你不要再插手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梨儿是远程唯一的孩子，我不允许她看着别人叫爸爸。江老师，今年大旱，收成不好，他们把去年的余粮吃完了，那今年就没得饭吃了。你不允许婉晴改嫁，你是要让娘俩饿死啊？今后，我每个月的工资和肉票都会分你一半，我亲自送过来，我保证饿不死你们母女。是啊，婉晴，你放心，以后我跟泽阳少吃点。泽阳是男孩子，饿起都没事的。爸爸，你不是我爸爸吗？为什么要让我饿肚子？我的肉票才不要分给家里这个丫头片子。泽阳，梨儿也是你的妹妹。她才不是我妹妹，她爸爸死了是她倒霉，凭什么要分我的肉吃？江泽阳，看明，泽阳还不懂事，你别吓着他。大哥，你也听到了吧？你的工资和肉票，我们可不敢要。更何况泽阳说的没错，谁让3年前死的，偏偏是梨儿的爸爸呢？婉晴，够了，大哥！过去这3年来，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和梨儿的生活，何必现在过来装模作样？大壮哥，咱们要不去李婶屋里聊吧？好，走啊！没错，走，我给你们屋里倒茶。等等，苏婉晴，就算你要改嫁，你也不至于看上这种人吧？你就这么饥渴？你这个畜生！看明，你没事吧？苏婉晴，你怎么能打你大哥？我怎么了？哼！但凡婉晴妹子能看得上我，我至少保证她不用下地，也能让她吃饱饭。这3年，村里的人都欺负婉晴是个寡妇，连给她的地儿都是最差的。她为了养活这梨儿，
没日没夜的干活。你看看，这好好的人都聪明成什么样了？他无非就是想吃口饱饭嘛！啊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作践他呢？丽莎，没必要和他说这些。江凯明，你不过就是我的大伯哥，请你以后滚远点儿，别再来管我的事。丽莎，咱们走吧。凯明，他要改嫁，你就让他改嫁好了。左强，我不许你改嫁！不许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凭什么不许？李大壮，你应该知道你家的那几亩地是怎么来的吧？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封举报信，就能让你们村重新分配？到时候，你还有能力养活他们母女吗？你，丽莎，婉清妹子，要不今天就算了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这是李大壮，李大壮，走了。这个懦夫！现在，我看你还怎么改嫁。江凯明，你怎么这么无耻？苏婉清，你疯了！我看疯的人是他吧，我就没见过大伯哥不让弟媳妇改嫁的。江凯明，你这样好像是怕我给你戴绿帽子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是大哥江凯明，是江远成。苏婉清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死的是你丈夫，你别想跟我抢男人。谁要跟你抢男人？只是他这个样子，让我不得不怀疑，其实当年死的是大哥江凯明，活下来的是江远成。不会吧？不过他们哥俩确实是远程的文化课更好一些。3年前凯明考上老师的时候，我还挺吃惊的。这要是远程的话，那就合理了。哎，这对呀，是吧？哎，我就觉得是这样。江远成，我原本打算先带灵儿过上好日子，再来揭露你的真名。既然你不依不饶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凯明的文化课也不差，当老师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记得远程的右胳膊上有个红色胎记，婆婆活着的时候说过，这个胎记只有远程有，大哥是没有的。他到底是江凯明还是江远成？看一下胳膊不就知道了。都看到了吧？根本就没有什么胎记，他不是江远成，就是江凯明。苏婉清，别想跟我抢男人。没想到你为了不让大家知道真相，竟然连胎记也没。弟妹，你别闹了，我这个是受伤留下的伤疤，我怎么可能是远程？是这样呀，那看来是我误会。不过除非江远成死而复生，否则就算姑婆活过来也管不了我改嫁，更别提大哥你了。你是啊，江老师，婉清要改嫁就让她去呗，她又不会亏待你啊。江老师，我要是再给婉晴妹子相亲，你可千万别来搞破坏了啊！婉晴妹子，回头啊，我再帮你物色个更合适的啊。多谢李婶。散了吧，让开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灵儿，我们回家。凯明，我们也走吧。我们答应泽阳去买磁带的。不行，我得去跟他们母女说清楚。泽阳，你先去玩会儿，妈一会儿过来找你啊。你就剩这么点了，趁着现在粮食还没有那么贵，我得想办法出点粮。婉晴，婉晴，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江远成，我就是江远成。什么？难道你真是我爸爸？没错，李儿，我就是。你别跟李儿胡说八道。李儿，你大伯他发癔症了，你别理他，你先回屋去。婉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其实我没有死。我当然知道你就是江远成，我只是不想让黎儿知道，他爸爸
是个抛妻弃女的畜生。婉清，我知道你在生气，但3年前那个时候，我真的别无选择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怎么不继续回去当你的江凯明好？现在跟我坦白干嘛？怎么，你突然良心发现了，想要做回江远成，回到我们母女身边吗？秋莲，完了，秋莲，你不打算要我跟泽阳了吗？那以后我们娘俩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，对外我还是江凯明，我不会不管你和泽阳。我就是太害怕了，我知道我没有婉清能干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跟泽阳肯定活不下去。我答应过你，我一定要等泽阳考上大学，让你后半生有个依靠，我绝对不会失言。那你去跟婉清好好说说。婉清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的错，但3年前我真的别无选择。泽阳是大哥唯一的血脉，大嫂那时候身体不好，如果我说死了是大哥，他们娘俩恐怕早就活不下去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和丽儿就活该吃苦受穷吗？苏婉清，你今天都打远程几个巴掌了？是的，我只扇了他，都忘了扇你了。苏婉清，婉清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恨，你打我，我可以忍，但是你怎么能打大嫂呢？他明知道你是江远成，还扒着你不放，我凭什么不能打他？我恨不得打死他！婉清，当初是我主动冒充大哥的，大嫂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我无理取闹？这3年，他扒着你的钱不放，可以说是一毛不拔。他巴不得饿死我跟黎儿，这样你赚的钱就都落在他手里了。我没有，我是打算给婉清送钱的，但是我来的时候发现隔壁李叔从他屋里出来，所以我才……你个贱人！你是看我们娘俩可怜，才时不时和李婶过来帮忙抬水。你倒好，缠着我的男人不放，你还给我泼脏水！婉清，你们滚出我家！黎儿，我是你的爸爸。你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早就死了。李儿乖，妈没事。江远成，你听见了吗？在我和黎儿心里，江远成早就死了。赶紧带着你的姘头，赶紧给我滚！婉清，你别胡说。我虽然这几年我顶着大哥的身份，但是我跟大嫂之间都是清清白白，我敢对天发誓。是啊，婉清，远程就是怕我跟泽阳受不了，所以才假装他是凯明的。但是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远程还总说，如果有机会，他还要回到你和黎儿身边。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他，没有完全忘记我和黎儿？婉清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夹枪带棒？大哥临死前特意叮嘱过我，要照顾好大嫂跟泽阳。我们夫妻一体，我想你应该支持我的决定。是吗？这样说，也是你大哥让你冒充他的身份的。你，婉清，我都说了，那个时候我是怕大嫂跟泽阳接受不了现实，我才出此下策。婉清，你再等我几天，等泽阳考上了大学，等大嫂后半生有了依靠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所以，你能别提改嫁的事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跟黎儿继续吃苦，而你继续为大嫂和泽阳付出。等泽阳考上大学了，你也老了，你再回来找我和黎儿，让我跟黎儿给你养老送终。江远成，你想得到美啊！我那个时候才不到40岁，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吧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跟黎儿吃苦呢？行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改嫁，我每个月的工资、粮票、肉票，我都亲自送一半回来给你。真的吗？可你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大嫂的丈夫，你把工资给我们一半，大嫂和泽阳不会不满吗？不会的，大嫂肯定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当然了。行，那这3年你本该给我们娘俩的钱，要是能都补上，我就答应你不改嫁。这，大嫂，家里的钱都是你在管。家里每个月开销那么大，我哪来的钱呢？
这是我上个月发的奖金和津贴，足够补贴你和梨儿3个月的家用，你先拿着吧。这笔钱你是要给泽阳买磁带的，他英语成绩差那么多，要是不买磁带，那他英语成绩怎么办呢？妈，磁带是什么？能吃吗？江远成，梨儿问你呢，磁带是什么？能吃吗？磁带当然不能吃，但泽阳的英语成绩确实不能再拖了。所以江泽阳的英语成绩比我和梨儿能不能吃上一顿饭还要重要。江远成，你给我滚！别再来恶心我！滚啊！这个钱你先拿着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我要是扔回去，岂不是随了沈秋莲的意？这点钱恐怕还不够。我看大嫂脖子上的项链应该值几个钱吧？这条项链是凯明在的时候给我买的，你别想抢。是吗？那我之前怎么都没见你带过？以前大哥就算摘朵野花送你都要跑到我面前来显摆。这要真是大哥给你的，你早就带着张瑶过世了。文强，你大嫂这条项链不值钱的。我跟梨儿吃饭都得数着米粒吃，再不值钱我也不嫌弃。当然，你要是舍不得就算了，我自然会去找舍得为我跟梨儿花钱的男人。等等，大嫂，你给他！我给你。妈，梨儿乖，我看你这手表应该也值几个钱吧？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这些东西足够你和梨儿吃好几个月了，你不许再提改嫁的事了。行，我待会儿就去跟李婶说，别再跟我张罗相亲的事。现在你们可以滚。文清，你看这都晌午了，我们走回家也得半天。你看，要不……怎么？你们难不成还想留下来吃饭啊？滚！赶紧滚！滚！林城，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，只是婉晴显然已经变心，她执意要改嫁，肯定就是有了相好的，骗你是个傻子，还念着旧情，一心想要挽留他。不能吧？他要是老早就有相好的，今天李婶就不会带李大壮回来相看。所以说你是个傻子呀！那个李大壮明显就是个幌子。你想啊，婉晴但凡对你有旧情，怎么可能毫无感情的打你这么多巴掌？他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总之，是我骗了他3年，他生气也是应该的。只是委屈你和泽阳了。我倒没什么，只是泽阳知道他磁带泡汤了，会伤心。你放心，你的项链跟泽阳的磁带，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一定给你们补上。你的工资还要有一半给婉晴母女，哪有钱给我买项链跟磁带啊？婉晴的事，我会再想办法。总之，无论如何都不会亏待你跟泽阳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看，泽阳在那边玩呢。泽阳，爸爸。江远成，3年前既然你选择了我和泽阳，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梨儿，妈已经把饭煮好了，你吃过饭再……梨儿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为什么爸爸宁肯给泽阳哥当爸爸，也不肯要我？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不是儿子？胡说！你爸爸不要我们，是因为他没有良心，千万别怪到自己身上啊！在妈妈心里，梨儿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孩子。
谁都比不上咱们离儿。妈，我没有第一时间揭露江远成的真面目，就是不想离儿伤心。可是这个畜生还是狠狠地伤了离儿的心。离儿乖，我觉得爸爸已经死了，放心，你还有妈妈呢。妈肯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过几天学校就开学了，到时候妈带你去报名。真的？当然。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爸爸给的那点钱撑不住多久的。没事，妈已经想好办法了。你看，这件衣服啊，是妈几年前给你做的，你一直舍不得穿。是啊，我妈做的衣服可好看了，之前我穿出去，大家都说我的衣服比店里卖的还好看呢。那你说，要是妈做几件衣服拿去镇上卖，能卖出去吗？当然，我要是有钱，肯定买。好，既然梨儿都这么说了，那妈就试试。还好这个时候缝纫机还在。咱们先去吃饭，吃了饭我们就去镇上买布买粮食。好，走。妈，我就说你做的衣服肯定能卖出去吧。刚才你带我去店里转悠一圈，人家都来问我这衣服哪里买的，还当场预定了好几件，定金都付了。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，多亏了我们梨儿把衣服穿得这么好看。走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梨儿，快去救人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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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我认得他，他是大傻春。大傻春，顾清河。是你们救了我。是啊，要不是我妈，你早就被淹死了。你怎么会掉河里啊？我刚刚在讲事情，所以就……难怪别人都叫你大傻春，你真傻。梨儿，别这样说话。顾先生是下乡的知青，学问很深的，他刚才肯定是钻研学问入了迷。可惜上辈子顾清河大概就是死在了这次的意外中，没赶上1个月后的知青返乡。我记得当时顾清河的父母还亲自过来找他。哎，李婶，咱们村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小轿车啊？记得咱们村的那个大傻春不？上个月在河里淹死的那个。我知道，他虽然傻了点，但是个好人。之前我的地被人占了，他还帮过我，可惜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听说呀，他家里也是当大官的呢。前2天那个知青返乡的政策一出，他爸妈就亲自开车来接他了。哎，这下他爸妈该多伤心呢。总之是你救了我，我该如何报答你们？家里就我和梨儿2个人，要是挣了钱，说不定更容易被歹徒盯上。村里人碍于江远成，未必敢和我结婚。这如果是顾清河，我妈说了，做好事不该求回报，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报答我，就跟我结婚。啊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要让这个大傻春当我后爸？这个要求……顾先生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做真夫妻，只是我最近想了个赚钱的法子。我和梨儿孤儿寡母的，怕被歹徒盯上，所以才起了这个念头。你放心，等时机合适，咱们就离婚。那你就不怕我侵犯你们母女啊？顾先生，你的人品我还是相信的，何况
下个月你就能返乡找你的大官父母，你怎么可能看得上我那三瓜两枣？也好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该拒绝你的吧？那我就答应你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登记结婚啊？我这样，要不容我先休整一下？后天如何？没问题。那后天上午我们婚姻登记处见。好。妈，你真要跟大傻纯结婚吗？怎么了？灵儿不喜欢他？我怕别人笑话我，给一个傻子当女儿。灵儿，顾叔叔他不是傻子，你不是想念书吗？有他教你更容易些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不喊他大傻纯了，我喊他顾叔叔。这就对了。妈，顾叔叔不会反悔了吧？不会吧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有，我们没有等多久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好。顾先生，你要不今天就搬去我那儿？行，那我先回去收拾东西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那也没有多少东西，我收拾好就去村里找你们。我知道你住在哪儿。好，那你快去吧。好。黎儿，走吧，我们去服装店。好。那不是苏婉晴吗？她要去哪儿？老板，你们是来买衣服的？啊，不，我是来卖衣服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叫苏婉晴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们老板跟我提起过你，我现在帮你去叫他。哎，麻烦你了。好。好看吧？好漂亮的裙子。苏婉晴这个贱人，不会是打算买下这条裙子，然后把江远成勾回去吧？这条裙子我要了，这裙子我要了。沈秋莲，你快还给我！你把它碰脏了。你付钱了吗？这怎么就成了你的裙子了？我是没付钱。你没有付钱，凭什么说这是你的裙子？这衣服卖的这么贵，你买得起吗？我买不起，难道你买得起吗？当然。老板，我要付钱。沈秋莲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江远成还欠我们娘俩3年的生活费呢，你手里的钱都该是我和黎儿。苏婉晴，难道你还没有认清现实吗？现在他对外是江凯明，是我的丈夫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们母女俩没有资格的。我要是闹起来，没脸的可是你呀！真不要脸，那是我爸爸。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江远成的身份毫无破绽？只要我找出证据证明他就是江远成，到时候你们两个狗男女会立刻声名扫地。你少在这虚张声势，你要是有证据早拿出来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那是我压根儿就不希望他继续当江远成，像他这种没人性的混账，和你这种贱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看你就是不甘心了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。远成可是老师，工作体面，工资又高，他下个学期就要晋升主任了。可惜了，他3年前偏偏选择了我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把裙子还我。你以为你买了条新裙子就能挽回他的心？你做梦！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挽回他？你想太多了。像他这种垃圾，他是留给你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条裙子是我的，还给我。这么漂亮的裙子，只有我才配穿。还给我！沈秋莲，你松手！你别把裙子扯坏了。扯坏了也是你赔。你这个死丫头！灵儿，没事吧？大嫂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推我。灵儿刚刚狠狠咬了我，我一不小心才……黎儿，你为什么咬你大伯娘？因为他抢我妈妈的衣服。
什么衣服？就是婉清手里拿的这件。我刚进来看到她在试衣服，这儿的衣服这么贵，就算她要买衣服，也不该来这种地方。她不该这么糟蹋你的钱。沈秋莲，你可真会演啊！你看吧，我好心劝他们母女俩，结果他俩就这么欺负我。才不是这样的！你这坏女人，你……灵儿，闭嘴！你怎么跟你长辈说话的？你妈妈就是这么教你的？我就是这么教的，怎么了？别忘了，你已经死了3年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对灵儿大呼小叫的？大嫂说的也没错，我给你钱是让你买粮食跟日用品，不是让你去买裙子的。我看那沈秋莲穿的裙子也都不便宜啊，怎么就只能她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我就不配？婉清，别闹了，把裙子还回去。凭什么？这条裙子目前还是属于我的。婉清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？你要是把钱都拿去买裙子了，那你跟黎儿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喝什么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我让你给我3年的生活费，你只补了3个月，怎么？你现在是不打算兑现了？如果我给你钱，你就去拿去买这些华而不实的衣服，那我宁可不给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沈秋莲就可以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他江泽阳就可以上学，可以买磁带，我和黎儿就只配是糠咽菜是吧？江远成，你真让我恶心。婉清，你以前不是这种斤斤计较的性子，你知道我才是远成，死的是大哥，那他们母子才是孤儿寡母，那我多照顾他们一点，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他们俩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和黎儿只能辛辛苦苦下地干活，还要被村里人欺负，一年到头连饱饭都吃不上几顿。现在跟我说，他们俩才是孤儿寡母。江远成，老天爷怎么不一刀来劈死你这个混账！不是那个意思，总之我还活着，我迟早会回到你们母女身边的。婉清，我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别闹了！你别碰我！我想恶心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这条裙子目前是属于我的。你手里面的钱都是我给的，我说不能买，那就是不能买。婉晴妹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衣服做好了。说好了今天给您送来的，我肯定不会食言。来，您看看。婉晴妹子，你的手艺真是没得说。你是说，这些好看的裙子是婉晴做的？怎么可能？这2位，婉晴妹子认识啊？他们啊，是我亡夫的哥哥和嫂子。他们大概是见不得我一个寡妇穿得这么鲜亮，所以几次3番的想要从我手里抢走这条裙子。那你们就误会啦，婉晴妹子不是来买衣服的，她是来卖衣服的。我们知道了。老板，你是不是收了他钱啊？还在演戏呢？婉晴怎么可能有这种手艺？否则以前怎么没见她穿这么好看的裙子？是啊，婉晴，以前怎么没见你做过衣服？你是江凯明，和我过日子的是江远成，你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这手艺，之前怎么没有展示过？你这衣服来源合法吗？不会坑人家老板吧？这几件衣服都是我妈妈做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我妈妈每天做到很晚。老板，你放心，这些衣服都是我亲手设计裁剪的，来源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不信你可以看，我在这上面绣了我自己的名字。我相信你，婉晴妹子。你们好歹也是婉晴妹子的家人，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，想养活自己跟孩子，你们不支持她就罢了，怎么还怀疑她呢？我也是怕她走上歪路。你要是真的这么关心，你应该知道我过去3年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。以前江远成还在的时候，他忙着念书，家里的活计都得指望着我。他死了，我更是手停口停，我哪有时间做衣服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你当然不知道了，因为你跟江远成一样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你，老板，这件衣服刚才被这2个人扯来扯去的，有点皱了，要不我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来，您再看看这2件。
真不错。不过第一件也挺好的，你自己留着也行，那个颜色很衬你的。要不你现在换上吧，正好我给你去算钱。是，妈，你快穿上吧，你穿上指定好看。好，那我就换上。老板，麻烦你了。跟我客气啥？小妹，来，带你婉晴姐去换衣服。是。泽阳还在家等我们呢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？好。妈，你穿这身太好看了。我就说这颜色衬你吧。真的吗？你们该不会是哄我的吧？妈，是真的好看。你又不是我顾客，我哄你做什么？这钱你拿着，过几天再给我做新的衣服来啊。好嘞，老板你放心，我以后每隔3天就来送一次衣服。我有多久没看到婉晴笑得这么灿烂了？啊！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想晚了。你也觉得婉晴穿新衣服好看是吗？如果你要是舍不得她，想回到他们母女身边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你别胡说，我答应过你的事，就不会食言。可你的心要是系在她身上，我强留你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婉洁又漂亮又能干，你舍不得她也是正常的。我不会怪你食言的，我只恨我自己命苦。没有的事，我说过，在泽阳考上大学之前，我是不会丢下你们母子的。苏婉晴，你会挣钱又怎么样？江永成还不是看不上你。你脚崴了，走路不方便，我扶你回家。好。莲儿，你看，妈妈今天挣了这么多钱，走，现在就带你去学校报名。好了，下周这个时间来参加摸底考试吧。老师，我们家梨儿基础比较差，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大不了从1年级开始练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。妈妈，你不是说顾叔叔学问很好吗？这几天啊，可以让顾叔叔来教我。说得对，走。好。我来了。顾先生，来，你就这么点行李？顾叔叔，妈，你先去烧饭吧，我带顾叔叔去看一下房间。好，去吧。顾叔叔，你跟我来。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够了。你们母女俩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？顾先生，是这样的，灵儿她下周就要参加入学考试了，但是她基础比较差，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能不能麻烦你？原来如此，这点小事儿没问题。以后这种小事儿不要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啊！顾先生，这对您来说或许是小事，但对我们母女来说却意义重大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就得麻烦您了。你放心，你只管教灵儿启蒙，别的琐事都不用你操心的。顾叔叔，我希望在下周摸底考试之前，我能学完1、2年级的知识，这样我就能被分到3年级。我希望能跟泽阳哥1个年级，然后狠狠地把他比下去。傻孩子。泽阳哥？哦，是灵儿的堂哥江泽阳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之前是个寡妇，但我前不久才知道，原来我的丈夫并没有死，只是抛弃了我们母女，给别人当丈夫、当爸爸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等等，我记得你丈夫江远成有个双胞胎哥哥叫江凯明。原来如此，所以现在的江凯明其实是江远成，那我岂不是……人人都知道，他江远成早就死了，我改嫁，天经地义。顾先生，难道你后悔了？我绝对没有后悔，我只是觉得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所以我要让他知道，
我比泽阳哥聪明多得多，让他后悔去吧。梨儿，你别这样，在1个星期之内学完1、2年级的知识，这就不可能。咱们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他们后不后悔吧，跟咱们没关系啊。可我就是不甘心。1个星期学完1、2年级的知识的确不可能，但如果只是应付摸底考试的话，却不难。镇上的小学入学考试模拟考试卷我都看过了，这几年变化不大。只要我们的梨儿认真努力学习，一定能顺利通过的。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就学习。李婶儿，啊，看啥呢？婉晴妹子，那不是城里来的知青大傻庄顾清河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和他登记结婚了。你逗我的吧？是真的，他前2天差点被淹死，是我救了他。我想着这村里人碍于江凯明，未必敢娶我，还不如嫁给他呢。你呀，你也太冲动了。不过幸好吧，他人虽然傻了点儿，但人品还是不错的。李婶儿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我大伯哥他不允许我改嫁，我和顾清河结婚的事，你能不能帮我保密啊？反正他也不常来村里，只要不传出去，短期内他是不会知道的。放心，我会跟左邻右舍说的，不让他们传出去。好嘞，谢谢李婶儿。梨儿今天学的怎么样啊？顾叔叔说我很聪明，一点就通。那就好。妈，我觉得顾叔叔很好，要是你们当一对夫妻也挺好的，我愿意喊他爸爸。我们做不了一对真夫妻，他就只是暂住在咱们家的顾叔叔。不多想了。好吧，快睡吧。顾清河家里可是当大官的，不可能允许他娶我这样一个带孩子的寡妇。顾先生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今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我带梨儿去就行了。也好，那我在家等你们。梨儿，加油！走了。好，走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时间到了，把笔放下来，准备交卷子。来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你们先出去等一会儿，结果呢很快就出来，好吧？先去吧。妈妈，梨儿，怎么样？你感觉考得怎么样？和顾叔叔教我的差不多，拼音算术我都答出来了，就是英语不太会。没关系，你顾叔叔说了，英语要3年级才开始学呢，不会影响的。谁是江离？在这呢。我记得你们，上次你还说孩子的基础比较差，但这次考试的成绩特别好，直接读3年级就可以。8岁，3年级也合理。你们看呢？我们愿意从3年级开始念。谢谢老师。行，今天呢正好是新学期的第1天，然后我带着江离去领书本，直接就进教室了。你们家长可以回去了。妈妈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快回去吧。好，那我去买点肉，等我做好饭来接你放学。好，行，跟妈妈说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好，走。石头姐，同学们，今天呢，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江离，生姜的姜，梨花的梨，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念书。江离这个丫头片子怎么来上学？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江子阳，你又在扰乱班级秩序。刘老师，我没有扰乱班级秩序。江离是我堂妹，她压根就不认识字，凭什么能跟我们当同学？江离的模拟考试成绩是我判的，她的成绩上3年级没有问题。不可能，刘老师，你不知道，江离到现在都没有念过1天的书。他爸爸死了，他妈妈也没什么文化，他怎么可能通过模拟考试？他肯定是作弊了。我没有，
还有，谁说我没有爸爸的？我的知识都是我爸爸教的。胡说！你爸爸都死3年了。江泽阳，你闭嘴！刘老师，教语文的姜老师是我爸爸，你把我爸爸叫来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叫就叫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也不怕。反正我的知识谁也抢不走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你们跟我去一趟办公室。苏婉晴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用不着你管，反正不是来找你的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。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来学校？难不成你是想勾搭学校里面的未婚男教师？你闭嘴！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苏婉晴，你够了！之前是对不起你，所以你怎么扇我巴掌我都认了。但这里是学校。是，你还要脸？我以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脸皮。赶紧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学校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可以帮你。用不着你帮，灵儿已经顺利入学，只要你别让你那宝贝侄子欺负他，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不过就算你偏心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会报复回去。你是说梨儿她来上学了吗？怎么？你觉得她不配念书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姜老师，刘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，说是你儿子和一个小姑娘发生冲突了。什么？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小姑娘？难道是梨儿？刘老师，梨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爸爸，刘老师说江离通过了摸底考试，所以被分到了3年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肯定是作弊了。我没有作弊。姜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江离的摸底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卷子是我判的，但是以他的水平，上3年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泽阳呢，说他一天书都没有读过，连字都不认识。你是江离的大伯，我想听听你的建议。梨儿，泽阳他说的没错，你一天学都没上，怎么可能一下子达到3年级的水平？是不是你妈妈叫你作弊的？我妈妈没有教我作弊，我也没有作弊。梨儿，不能撒谎，你知道吗？给我把手撒开你！亏你还是老师呢，你就这么污蔑学生的，说我女儿作弊，证据呢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问你，梨儿分明一天学都没上，她为什么能通过摸底考试？是不是花钱买试卷，教她作弊？还怎么就不能是我们家梨儿自己考的吗？是，她是没上过学，但她爸是文化人啊，有他爸亲自教她，会一点拼音和数学，这很难吗？远程活着的时候，梨儿还很小，远程怎么教她？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家梨儿聪明。再说，你又不是他爸，你怎么能断定他爸没教过他啊？再说，那不就是一个摸底考试吗？啊，就算我们家梨儿从1年级开始念，那有什么妨碍的呢？说我教他作弊，我有什么理由？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梨儿比泽阳小1岁，你不惜走后门也要让梨儿考上3年级，就是为了羞辱泽阳。你就是想证明梨儿比泽阳聪明。肯定是因为你让泽阳上学，却没有让梨儿读书，所以婉晴才怀恨在心。原来是这样，婉晴，你现在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泽阳他只是个孩子，就他是孩子，我们家梨儿就不是孩子了。口口声声说我们家梨儿作弊，证据呢？论心思歹毒，谁能比得过你们？你说我诬陷你，明明就是你把梨儿给带坏了。是啊，梨儿好好的孩子，就是为了跟泽阳争个高下，竟然配合你作弊。我没有，我是想比过泽阳哥，但我没有作弊。你个丫头片子，怎么可能比得过我？你肯定是作弊了。证据呢？我有证据。上次我在村里看到江离拿着小画书在看，我问他书上的字怎么念，他全都不认识，所以我才抢他的小画书的。上次我带泽阳去村里，已经是1周前的事了。就在短短的1周之内，梨儿他就掌握了1、2年级的知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们家梨儿就是这么聪明。婉晴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们几个都别吵了，不就是想证实一下江离的成绩是不是真实的吗？很简单啊，我再考一次，现场我来出题。我同意。既然你说梨儿是凭自己的本事考的，那他应该不怕再考一次。好，但是我们要求江泽阳和江离一块儿考。这都快晌午了，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
我不要考试。作弊的明明是江离，凭什么拉我们泽阳下水啊？是你们刚才口口声声说我们家离儿作弊的，你们还说离儿肯定比不过泽阳。好啊，那有什么烦的？那就一起考呗。怎么，害怕？当然不怕。你好好考，你要让妹妹知道，学习要一点一点的打好基础，不可以走捷径。刘老师，我们泽阳愿意陪江离一起考，不过你看这都晌午了，如果等你出完题，他们再答就太慢了。我看，不如你直接问，让他们抢答，就考古诗吧。泽阳古诗背得多，考古诗肯定不会输。你们觉得呢？刘老师，我同意考古诗。行，那咱们就考古诗接龙。我出5道题，每答对1题算1分。泽阳，如果江离赢了，你可要给他道歉啊。如果江离要是输了的话呢，你要从1年级开始读起。行，大家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啊，我就开始了。现在我们开始答题啊。感时花溅泪，下一句恨别鸟惊心。答对了。第2题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苏万景，你的江离怎么可能比得上我的泽阳？这辈子你都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泽阳最近进步很大，李儿，你也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学习。刘老师，请您继续。第3题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上一句是。人生自古谁无死。第4题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，上一句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还有1道题呢，现在顶多是打个平手，也不知道你在嘴什么。李儿竟然能背得出这么多古诗，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。好，第5题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前一句是什么？儿子，快想啊！我只知道老师念的这一句，前一句没教过呀。刘老师，这道题出的是不是有些超纲了？我知道，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江离同学答对了，江离同学答对了3道题，他赢了。李儿，你太棒了！这不可能！我劝你啊，还是趁早认清现实。我们家李儿就是这么优秀。江泽阳考不考得上大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家李儿肯定考得上。只是念了几句古诗而已。婉清，我劝你还是踏实一点，不要把李儿给带偏了。方才江泽阳念了1句诗，你就满脸欣慰，怎么到了李儿这儿，嘴里没一句好话？大伯是泽阳的爸爸，又不是我的爸爸，我好不好，他当然不在乎。李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你们一家子赶紧给李儿道歉吧。按照规定呢，你们家是应该给江离道歉，但江离，我要纠正你一下，笼盖四野，野外的野。可是，任老师，那江离念错了1个字，第5题他就不该得分，他顶多算是跟泽阳同分，我们不道歉。没错，他才没我厉害呢，我不道歉。正常来说，是不应该得分。但是这句诗，江离同学毕竟是背出来了，哪怕是只错了1个字，也说明他考试成绩是真实的。可说他作弊了，我觉得是在污蔑。这是两码事，他才没有赢过泽阳，我们不道歉。不，你们应该道歉。李儿他没有念错。刘老师，江离同学没有念错，在古诗词中为了押韵，野外的野通常会念作押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这样的，我怎么没有想到押韵这一层，我还亲自去指点，我真是自不量力。哎呀，刘老师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你不是语文老师，不知道也很正常。那这么说的话，第5题是李儿答对了，是李儿赢了。对，这人谁啊？凭什么他说的就是对的？顾先生是首都来的知青，他还是北大的高材生，就连校长都把他引为座上宾啊。这个顾清河不是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吗？怎么会对李儿这样？江老师，你不会出尔反尔吧？泽阳，愿赌服输，道歉。我不，江离就是个没爹的丫头片子，他才没我厉害，我绝不会给他道歉。
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他们母女俩就是故意羞辱泽阳的。我知道愿赌服输，可谁来心疼我的儿子？灵儿，这件事我替泽阳向你道歉。真实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真实情况？什么真实情况？你倒是说啊！婉清，刘老师，您先去上课吧，我们有点私事要处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顾先生，也请您回避一下。不必。顾先生他不是外人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没错，顾叔叔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爸爸。灵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才是你的爸爸。你不是。江泽阳说我是没爹的丫头片子，你也舍不得说他，只会让我息事宁人。他欺负我，你就当没看见。你和他一样，认定我作弊了，认定我不可能考过他。你算哪门子爸爸？灵儿，爸爸不是故意的。江远成，李儿说的对，你的心明明都骗到胳肢窝去了，你却总是装出一副很公正的样子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人，这么虚伪的人，简直令人作呕。谁说我偏心的？灵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她就学会了1、2年级的知识，你换做是谁都会怀疑吧。我只是不想让她走偏了。江老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刘老师不知道押韵的事，说灵儿做错了，但你身为语文老师，不会也不知道吧？当时发生这种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帮着灵儿说话？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。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对我都忍了，你怎么能这么伤灵儿的心呢？妈，我已经彻底死心了，不管他以后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伤心了。让他给江泽阳当一辈子爸爸吧。灵儿，你真的这么想的吗？我以为他不要我，是我不够好，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想我好。他巴不得我永远比不过泽阳哥，他不配当我爸爸，所以我不伤心。好，我们不要这个爸爸。可我有妈妈就够了。灵儿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，爸爸只是……爸爸，你不是我的爸爸吗？怎么变成江离的爸爸了？泽阳，你爸爸他……泽阳，你别误会，爸爸当然是你的爸爸。泽阳也伤心了呢。以后我有妈妈就够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我呢。今天灵儿顺利通过了模拟考试，应该庆祝才是。走，回家吃饭去。好，咱们回家。苏婉清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他究竟是你什么人？忘了告诉你，顾先生现在是我丈夫，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了。灵儿的知识都是他教的。顾叔叔，哦不，我爸爸可厉害了，之前我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有我爸爸教我，我学得可快了。那是因为我们的女儿既聪明又努力。不可能，我想，你明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给你补了3年的生活费，你就不会改嫁。抱歉啊，我食言了。但是谁让你3年前先骗了我？走吧。走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苏婉清肯定是有了相好的，才假装自己要改嫁。那时候你还不相信，现在你亲眼看到了，难道还不肯死心吗？你总说过去3年是你对不起他，可现在看来，早在他知道真相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跟顾清河好上了，不然他怎么可能那么快跟顾清河登记结婚？难怪当初你跟他说真相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体谅你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毫无顾忌的改嫁。你说的对，亏我还觉得我一直都对不起他。远程，别再为他着急上火了。你现在已经有了我和泽阳，那个顾清河虽然是城里来的知青，但是听说他穷得叮当响，而且还从来不下地。宋婉晴跟着他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菜来了。顾先生，你这什么时候还学会做饭了呀？啊，我给了李婶几块钱，让她帮忙做的。啊，咱们先吃饭，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吃饭。
婉晴，江远成的行径如此恶劣，你就没打算揭发他吗？当然想了，只是我手里没有证据。不过他继续当他的江凯明也好，省得来打扰我和李儿。那如果我说我能帮你们找到证据呢？我记得3年前他们哥俩是跟着商队一起出去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一定有目击证人。如果真能找到人证，那就太好了。我还是希望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只是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当然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一些钱，你得收着。这么多！哇，顾叔叔，原来你这么有钱！我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时候，我妈妈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，我一个人过日子又过得糙，所以就都攒下来了。现在我们结婚了，这钱应该给你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收。顾先生，我们的婚姻只是暂时的。那我总不能白吃白喝吧？那你教梨儿的知识是无价的，这怎么能算是白吃白喝呢？梨儿都叫我爸爸了，我教他应该的，反正这钱你拿着。梨儿那天只是为了气江远成的。不是，我是真心希望顾叔叔当我爸爸的。顾叔叔，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妈妈离婚？我们就这么一直过下去，不好吗？梨儿，别胡说。顾先生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你别介意啊。我不会介意的。其实我……好了，我先去洗碗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梨儿，你也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钱你无论如何都得拿着，要不然你这饭我都不好意思再吃了。好吧，那我先收下了，等有机会我再还给你。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梨儿乖，妈妈就在旁边的服装店等你，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就来找我。有我在，梨儿不会有事的。虽然你背叛了我，但梨儿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会对她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明明是你先抛弃了我和妈妈，还有你都3年没管过我了，你现在说你会尽到做爸爸的责任，鬼才信！梨儿，是谁教你说这些话的？我爸爸教我的。你好了，别管他，去吧。苏婉晴，你会后悔的。既然顾清河已经下了乡，那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你别以为嫁给他就可以衣食无忧了。那还要多谢你呢，是你让我清楚地认识到，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有没有顾清河，我都会靠自己的努力，带梨儿过上好日子，就不劳你操心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好。江离，这是什么？这叫魔方，玩法是这样旋转，把每一面拼成一样的。能借我玩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哼，不就是个方块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江泽阳，这是我的，你快还给我！我妈说了，我之所以没钱买磁带，都是因为你妈骗走了我爸爸的奖金。这个东西肯定是用我爸的奖金买的，它应该是我的。这是我新爸爸送给我的礼物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快还给我！我妈说了，你新爸就是个穷鬼，哪来的钱啊？你才是穷鬼，我新爸爸可有钱了。去死吧！江离，你没事吧？该上课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呀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江泽阳抢了江离的玩具，江离想把魔方拿回来，江泽阳不给，推了江离。是江泽阳害死了江离。我没有。你别胡说，江离只是晕了过去。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先送江离去医务室，你们在这里好好待着，不
不许乱说话。你怎么了？灵儿，灵儿，你别吓妈妈，灵儿。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。你放心，没什么大碍，但可能会有脑震荡。总之，你们先出去，不要打扰我。我们这就出去。谢谢医生。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有你在，灵儿不会有事吗？医生不是都说了吗？灵儿没有大碍，她跟同学玩闹不小心摔倒了，这也不能怪我吧？医生说灵儿都可能脑震荡，你管这叫没有大碍？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。你知道在学校每天都有孩子摔破脑袋磕破皮的，不要大惊小怪。江路哲，我早知道你没有良心，可我没想到灵儿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是只知道包庇他江泽阳。我现在都怀疑你是不是早就给你哥戴了绿帽子，其实他江泽阳才是你哥打算勾结的产物。苏婉晴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呢？污蔑？灵儿的同学跑去服装店告诉我的，他还说是江泽阳抢了灵儿的魔方，灵儿想要夺回来，被江泽阳推倒在地才晕了过去。如果江泽阳不是你的主，为什么会这么无底线的包庇他？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泽阳他有什么坏心思？他也不是故意的。那我说要怪就怪灵儿她自己，好端端的带一个什么魔方来学校里想办干什么？你个畜生！我算是看清楚了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跟灵儿不会有一天安生日子过。今天我们就算闹到天翻地覆，也要把江泽阳赶出学校。苏婉晴，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对我不依不饶的？灵儿她不是没事吗？你这样把事情闹大了，泽阳以后该怎么办？我们最首要的事儿就是关心孩子。你倒是提醒我，江泽阳是你的儿子，子不教父之过，所以我要连你一块赶出去。我，校长，跪下的江老师纵容他亲生儿子江泽阳伤害我女儿江离，这事还请您做主。什么？江老师，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校长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里面有误会。有什么误会？我女儿江离现在还躺在医务室呢。校长，您可以把3年级的同学都喊来一问便知。行，我们这就上3年级去看看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把同学们带过来了。我不去的。校长，情况我已经了解了。江泽阳抢夺江离的玩具在先，恶意推倒江离在后，性质非常恶劣。刘老师，你怎么能这样给一个孩子扣帽子？是，我承认是江泽阳失手推倒了江离同学，但这只是个意外。不是，江泽阳推倒江离的时候，还特别凶地说了一句“去死吧”。我没有，你有，我们都听到了。对啊，我们都听到了。好了，孩子们先去上课吧。走吧，孩子们，去上课。好，去吧去吧，慢点啊。校长，我女儿现在还躺在医药室里面，昏迷不醒。江泽阳，他如此肆无忌惮，都是他江老师纵容的后果。还请你为我和女儿主持公道。医生不是都说了吗？灵儿应该没有大碍，况且泽阳也没有坏心。江老师，你是老师，又是江泽阳同学的亲生父亲，你应该严惩他，把他掰正过来。你怎么能这样毫无底线的包容他？江老师，你的弟弟3年前意外去世，苏女士是你的弟妹，江离是你的侄女，你是他的大伯哥，本应该照顾他们孤儿寡母，你却联合外人在欺负他们，你可真行！真没想到，这江老师居然是这种人。听说这3年，江老师一直带着老婆和孩子住在镇上，留下弟妹和侄女在村里吃糠咽菜。但凡有点良心就应该接济接济他们孤儿寡母吧。就是啊，江凯明，你这种行为怎么配为人师表？我本来想明年提拔你当主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没有，校长，其实我才是。说，有本事告诉所有人，
你才是江远成。校长，这件事是我错了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的训斥江泽阳。但请问，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校长，您别相信他的话，他江泽阳不是第一次欺负我女儿了，还请您还我女儿一个公道，严惩江凯明，开除江泽阳。不要开除我！泽阳，儿子，泽阳要是被开除了，这辈子就完了，你得想想办法呀。校长，求您不要开除江泽阳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希望您能够给我几分钟，我私底下给您解释。校长，我的为人您清楚，求您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好吧，这次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去办公室吧。不行，江远成最擅长诡辩，万一校长真的被他说服了，那以后再敢揭穿他就难了。校长，政府的车。请问您是？我姓孙，职位是科长。啊，孙科长您好，那您到我们学校来？我来找沈秋莲女士。沈秋莲？您找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不认识你啊。别担心，是好事。江科长说是好事，你就去吧。难道我最近做了什么好事？政府要表彰我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校长就不可能开除泽阳了。孙婉晴，你再闹腾下去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。孙科长，您找我什么事啊？3年前，因为政府的失误发生了塌方，你的丈夫江凯明不幸遇难。最近我们调查档案才发现，你的抚恤金漏发了。所以这是补给你的受难者家属抚恤金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孙科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3年前遇难的人是我丈夫江远成，这抚恤金应该给我吧？不可能，我来的时候特意查了档案，死者明明就叫江凯明，他的妻子叫沈秋莲，不会错的。是这样的，科长，我丈夫江远成跟他哥哥江凯明是双胞胎，估计当时就搞错了。不可能啊！3年前的幸存者都说死的人叫江凯明，他们都签字画押了，其中还包括死者的弟弟江远成，总不可能他们都搞错了吧？所以当年死的人真的是大哥江凯明？那你又是谁？我既然死的是江凯明，那活下来的人只能是江远成。江远成仗着和自己的大哥长得一模一样，对外就宣称自己就是江凯明。那这3年来，江远成一直是在扮演着江凯明啊。江远成为什么这么做呀？还能为什么？冒充了江凯明，他就能合情合理的霸占他嫂子沈秋莲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一直以为你死了。这3年，我带着灵儿含辛茹苦，没想到你却和大嫂沈秋莲风流快活，你真是个畜生！苏婉晴在装什么？你这3年，我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份吗？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，人这不会这么对我，他不可能抛弃我们母女。没想到，你简直的连畜生都不如！荒唐，太荒唐了！江凯，江远成，这种罔顾人伦的荒唐事儿，你也做得出来？校长，这一切都有误会，这里面就是有误会。这是什么？这3年，你跟那沈秋莲做了夫妻是事实，对我和灵儿不闻不问，纵容江泽阳欺负灵儿也是事实。江远成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我宁愿你是真的死了。我当年为什么？我是怕大嫂想不开寻短见，我才冒充大哥。大哥临死之前，我答应过他，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大嫂跟泽阳。我这么做，我只是想更好的完成大哥的嘱托。混账！你大哥只是让你照顾他们妻儿，不是你霸占他们妻儿。现在可倒好，你大嫂管你叫丈夫，你侄儿管你叫爸爸。大哥如果知道你是这样照顾他，
恐怕从地底下得气得爬出来。江远成啊，大家都是男人，你说这话，你自己不觉得亏心吗？就是啊，江远成这么做，就是在抹杀江凯明存在的痕迹。我要是江凯明，我可忍不了。照顾大哥的妻儿，弃自己的妻女于不顾，是什么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是啊，你要照顾大嫂跟泽阳，难道我会不同意吗？可你为什么非要冒充大哥的身份去照顾他们？难道说你跟大嫂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？江泽阳是你的种？你别胡说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丈夫的事情。苏婉清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跟大嫂这几年清清白白，我甚至这3年我们都是分房睡的。我发誓，我没有动她一根手指头。江远成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你跟沈秋莲可是实实在在的3年夫妻啊！江泽阳在质疑江离摸底成绩考试的时候，你可是从头到尾都站在江泽阳这一边，和他一起欺负江离的。可怜啊，这个孩子到现在都生死未卜。帮着侄儿去欺负自己亲生女儿，哎，哪个正常人也干不出这种事儿吧？这么看，江泽阳大概真的是江远成的儿子。哎呦，他和沈秋莲啊，早就勾搭在了一起。江凯明死了，正好给了他俩机会。原来是这样，亏你还口口声声说都是为了大哥，其实你早就跟沈秋莲勾搭在一起了。你们奸夫淫妇！不是的，泽阳就是我丈夫的儿子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是江远成的，是他骗了我。我跟泽阳也是受害者呀。大嫂，别人分不清楚他们俩就算了，你和大哥夫妻多年，怎么可能一直没发现，到今天才知道呢？哎，有道理啊！我看这沈秋莲呐，估计就是将错就错。你想啊，他和他儿子这3年来，也就是靠江远成才过上好日子的。最可怜的还是苏婉晴母女俩，丈夫和嫂子在镇上逍遥快活，她和女儿在村里连饭都吃不饱。明知道真相，也不知道接济一下苏婉清母女俩。这沈秋莲呀，也不是个好东西。苏婉晴说他们是奸夫淫妇，倒也没说错。毛毛，校长，我真的是受害者，我是怀疑过，但江远成他笃定地说他是江凯明，所以我才打消了怀疑。是这样吗？是。校长，都是我的错，大嫂什么都不知道。江远成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维护沈秋莲母子，果然，你对他们才是真心。混账东西！从今年开始，你被开除了，我会把你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上报给教育局。往后你再也当不了老师了。至于江泽阳跟江离同学醒了以后，你向他亲自道歉，我会给你个记过。你要好好反省你自己。校长，记过是不是太严重了？孩子现在还这么小。要不看他小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他开除了。作为他的家长，要严加管教，免得他走歪路。是。对不起了，孙科长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哪里，这种事儿谁能想得到？说起来，我们也有责任呐。如果当初不是我们失误，江远成也没有机会冒充他大哥。只是这抚恤金，我究竟该给谁呢？校长，您拿个主意吧。遇难的人是江凯明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这笔钱应该给我呀。我看这抚恤金应该给苏婉晴女士。这不是顾先生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你说的对，抚恤金就交给苏婉晴女士。死的又不是她老公，凭什么给她呀？沈秋莲，说话注意态度。你说的没错，死了丈夫的人的确是你，但是这3年真正失去丈夫孤立无援的却是苏婉晴。你现在是苏婉晴的丈夫，你当然帮她说话了。我帮你不帮亲。沈秋莲，你虽然狡辩说自己不知情，但其实你心里清楚，夺走她丈夫的人就是你，是你抢走了江远成。这3年他们母女2人受的苦，有一半是你造成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明明是他。够了，我已经决定，抚恤金就给苏婉晴女士。沈秋莲，请你不要胡搅蛮缠。孙科长，苏婉晴女士，请您收下。如果这笔钱是在3年前送来的，该多好。是我们的疏忽，抱歉。不，我没有责怪组织的意思，
多谢你走这么一趟。无妨，分内之事。校长，抚恤金已经送到位，那我就走了。辛苦你了，有劳你了，顾先生，再会。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，为什么政府现在才把抚恤金送过来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和顾清河自导自演。苏婉清，你设计我！你闭嘴！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！你刚才说的没错，孙科长的抚恤金都是我拜托顾清河安排，但我有冤枉吗？我说的这些难道不都是事实吗？苏婉清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面目可憎？你以前会不管我做什么都会支持我的，不是吗？是，我以前事都以你为先，所以你才会肆无忌惮、变本加厉的伤害我，伤害灵儿。但我告诉你，从前那个愚蠢的苏婉清早就死了。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你不过就是不想让我妨碍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是吗？你和他早就勾搭好了，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铁了心的要改嫁。这就是你自我安慰的方式吗？难道只要我和顾星河早就勾搭在一起，你抛弃我和灵儿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吗？别给我转移话题！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让我告诉你事实到底是怎样的。事实是我和灵儿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才不得不拿着缝纫机去跟林生换一个窝头，却被歹徒闯进家里，不仅抢走了我们唯一的粮食，还害死了我们。苏婉清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抢我和灵儿？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和灵儿孤儿寡母最好欺负，就算把我们害死了，也不会有人替我们出头。你真的疯了！你和灵儿现在不是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吗？没错，这辈子我们一定会好好活着。至于你，现在没了工作，没了家庭，就连他沈秋莲都不要你，你以后注定只会是一条丧家之犬。够了！我就算当不了老师，我的学识和文化还在，我一样可以东山再起。至于大嫂，她是为了泽阳才会这么做的。我刚刚看见沈秋莲带着她儿子先回家了，你最好回去看看，万一他们收拾行李跑路了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婉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灵儿醒了没。好。灵儿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妈，我没事，就是头还有点晕。大夫，你看这种情况，要不要带他去市里的大医院看看？他刚醒，头晕是正常的，不过他除了头晕没别的问题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，谢谢。灵儿，妈妈已经帮你讨回了公道。江泽阳因为年龄小，所以只给他了处分，但是那个江远成已经身败名裂，彻底被学校除名了。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了。真的？那我以后上学再也不用怕江泽阳欺负我了。是啊，不过这些啊，不是妈妈一个人的功劳，都是你顾叔叔想的法子，也是你顾叔叔找的人。谢谢顾叔叔，也谢谢妈妈。对了妈，爸爸他后悔了吗？像他那种人，只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，怎么会后悔呢？别管他，咱们回家。太好了，你们还在。何亮要是不在家，还能去哪儿？说的也是。大嫂，今天委屈你们了。我才知道，那个什么科长都是苏婉晴找人安排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他早就跟那个顾星河勾搭在一起了。他故意设计我，让我身败名裂，为的就是不让我打扰他跟顾清河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当初他要改嫁，你就不该拦着。要不是你百般阻挠，怎么会有今天？可苏婉清毕竟是我老婆，灵儿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那我总不能坐视不管，看着他们给别人当老婆当女儿吧？那你当初冒充江凯明干嘛？你回去抱你的老婆女儿好了呀，干嘛赖在我跟泽阳身边？大嫂，够了！现在你没了工作，我跟泽阳出门也会被人指指点点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以后我跟泽阳该怎么办呢？大嫂，我虽然没了工作，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挣钱的能力了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现在在南方那边贸易非常发达，南下的人都挣了钱。我想好了，
今天就出发。真的？当然，只是手里没有启动资金。我手里也没有钱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去借。我现在就出发，你等着。等我挣到了钱，我一定让你跟泽阳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，我承诺你的事，我无论如何都会做到。啊，好，那我就给你收拾行李。那我走了，你们在家好好的。好，我等你。我老早就想着要请李婶和李叔吃饭了，就是一直没找到机会。今天啊，总算可以实现了。李婶儿、李叔，这几年多谢你们照顾。哪里的话，不过今天这酒啊，我们是该喝。是，就当祝贺你和顾先生新婚了。来，多谢李婶，多谢。我是真没想到那个江远成竟然是个混账，亏我以前还觉得他是个好人呢。是啊，还好啊，这婉晴啊跟顾先生已经登记结婚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这江远成肯定还来纠缠你。哦，对了，下午那会儿还看到他去找村长借钱，说是要南下做生意，等赚了钱再还给村长。现在他名声坏了，村长肯定不可能借给他钱。江远成脑子倒是活络，如果他真的能借到这个钱，这也不失为一条翻身的路子。可惜，现在已经没人肯借钱给他了。不提这些了。李婶、李叔，你们多吃点儿。好，来，都吃。大嫂肯定在乎这钱，一定要让大嫂把钱拿出来。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说什么也不能错过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妖精，想死我了！哪来的灯秃子？你他妈谁呀？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大嫂，我以为家里来了什么登徒子，原来你是私约了他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我大好年华，难道我陪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守活寡呀？我怎么没用了？这几年我几次三番的暗示，你每次都假装你听不懂。你不是没用的废物是什么？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大嫂，我不能对不起我大哥。够了，江远成，你已经冒充了你大哥，还装什么装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没有做真正的夫妻，你就没有背叛你大哥，没有背叛苏婉晴了？我呸！大嫂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不是我变的，是你太没用了。我可不像苏婉晴，她等了你3年，我一天都不会等。滚远点，别打扰我快活。沈秋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别忘了，这3年都是我在养着你跟泽阳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和他早就没了。没有你，我还可以找其他男人。我沈秋莲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你是不是以为我非你不可呀？你当初只是觉得你工作体面，人又愚蠢好拿捏，所以才哄着你。可你明明已经选择了我，为什么还对苏婉晴念念不忘？既然你已经做回了江远成，那就去找你的苏婉晴好了，别再来烦我。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当初我就不该冒充大哥。你的确不该冒充他。当初你要是直言相告，我早就找到下家了，不至于浪费我大好的青春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去你的！什么东西啊！连老子的女人也敢打？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他就打我了。别怕啊！给老子听好了，沈秋莲是我的女人，你以后再敢来找她，我他妈就弄死你！还不快滚！妈，我饿了。泽阳，你妈妈背叛了爸爸，你快帮爸爸，快去！你不是我爸爸，你出去！
泽阳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一直都在冒充我爸爸，你这个坏人！你快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江远成，你就是为了一对这样的母子，辜负了婉清和李儿。去学校你要乖乖听老师的话。婉清，李儿，你来干什么？婉清，干嘛那么防着我？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难道我还会伤害他不成？这个说不准，毕竟你为了沈秋莲母死了呀，什么事做不出？沈秋莲她算什么？婉清，我知道自己错的离谱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为了他俩伤害你和李儿。你昨天不是还很笃定的说他不会离开你吗？怎么这才过了1天你就又变卦了？昨天本来是想找他拿点钱，结果发现他在跟别的男人私会，他还说我当初就不该冒充大哥，要是我当初直言坦白，他要不了1个月就能找到下家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他真像他说的那样，离开你活不下去了。婉清，我知道我自己错的离谱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求你了，就一次。江远成，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你现在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你有什么脸说这种话？怎么了？我看起来像捡破烂的吗？我准备南下经商，你等我赚了足够多的钱，我会回来补偿你们的。李儿，看，这是爸爸亲手做的，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爸爸做的竹蜻蜓吗？我早就不喜欢了。妈，我先去上课啦。去吧。婉清，你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我当初真的只是想为了完成大哥的遗愿，我没有想过要抛弃你们母女俩。我不知道你们这3年过得这么艰苦，我以为大嫂她给你钱了。你那点公司够过怎样的生活水平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这沈秋莲有没有给我们母女钱，你真的一点都没察觉吗？你只不过是怕她生气，故意装傻吧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就算钱的事你不知道，那你人呢？整整3年，从镇上到村里，不过就1个小时的路程。但凡回来看望过我们1次，你就知道我们娘俩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但你没有，1次都没有。我是怕被别人发现，我其实是江远。够了，江远成，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婉清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道自己错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后悔。你后悔，不过就是因为他沈秋莲也不要你，所以你才回来找我们。但凡他沈秋莲过几天又想起你，朝你勾勾手指头，你就屁颠屁颠回去找他去了。不会的，江远成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不可能会原谅你。你但凡还有点良心，就别再来打扰我和李儿的生活。婉清，老板，哎，婉晴妹子来啦！来，这件衣服啊，是我按照杂志上的款式改良的，你看看行不行？行，肯定行，我这就挂上。每次你的衣服都是卖的最快的。那个老板，我今天还是得等李儿放学，所以可能得再用一下您的缝纫机。你跟我客气啥？缝纫机和布料都在里屋，你快去吧。好嘞。陈哥，我要这件。老板，这件衣服多少钱？没想到沈秋莲这么快就找了新欢，只是这个男人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？这是我们店的新款，因为是绝版，所以比较贵。废话真多，不贵老子还看不上呢。啊，20够不够？够。您收好。给他。谢谢陈哥。回家啊，回家！你他娘的还敢耍老子！滚开！上辈子就是他害死的我和李儿。哎，婉晴妹子啊，怎么了？啊，老板，
刚才那个陈哥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？我只知道他是道上混的。哎，那个女的我有印象，那是你嫂子吧？别看他现在那么风光，陈哥这种人，那怎么是他能驾驭得了的？那你知道这个陈哥他全名叫什么吗？陈大刀，所以有人叫他大刀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老板。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好，灵儿，多吃点肉。婉晴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什么？我今天听灵儿说，江远成去学校找过你们，请求你们原谅。你是不是动摇了？如果你打算原谅他，怎么可能？我巴不得他滚得远远的，怎么可能会原谅他呢？那就好。我听说他已经南下了，总算如你所愿滚远了。但是婉晴，你刚才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沈秋莲的那个新欢陈大刀，我有种预感，这个人会是个祸害，他说不定会帮着沈秋莲伤害我们母女。要是能找到他什么把柄，把他关进牢里就好了。顾先生，我知道你门路广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婉晴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都听服装店老板说了，那个陈大刀是在道上混的，这种人太危险了，我必须防患于未然。当然，也是为了上辈子的自己和灵儿复仇。陈大刀这个人我听说过，的确是个危险人物，但是你说防患于未然，也没有这么防的吧？顾先生，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但是这个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明白了，但是如果只是把他送去坐牢的话，我有办法。真的？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不需要做什么，等着就好。那怎么行呢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把办法告诉我，我来办。这件事情啊，你办不了，别说是你了，我都办不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先吃饭吧，别怕。好吧，那麻烦你了。妈，你跟顾叔叔客气什么？你们不是夫妻吗？灵儿说的没错，我们是夫妻啊。可惜再有半个月你就要返乡了，我们的夫妻缘分大概也就剩这半个月了。妈妈，饿了吧？回家吃饭。儿子，这是巧克力，你陈叔叔给你买的，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，一般人啊可吃不到呢。苏婉晴，你是不是觉得揭穿了江远成，我跟泽阳就没有好日子过了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们现在过的呀，比以前还好。是吗？那还真是恭喜你们了。但愿你们的好日子能持续的久一点。毕竟像陈大刀这种人，赚钱的路子大概率都不合法，别过几天啊就进去了。你懂什么？他做的都是正经生意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。儿子，我们回家吃牛排去。好。妈，顾叔叔跟我说过，今天就要收网了，估计他们今晚吃的牛排就是最后的晚餐。懂得还挺多呀，走，我们也回家啊！臭娘们儿，把钱藏哪儿去了？陈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找到了，这是我娘家攒了3年的钱，你赶紧给我！你他妈这段时间也花了我不少钱，老子借你点钱用用，怎么了？放心，等我从南方回来，我会加倍还你的。啊！南方？你去南方干什么？通缉了，我得赶紧南下避避风头。通缉？你不说你做的是正经生意吗？怎么会被通缉啊？你个臭娘们懂什么？滚开！不行，你得把钱给我，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，你要是拿走了，我2个西北风！松手！赶紧给我，你先把钱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小逼崽子！子阳，这他妈可是你逼我的啊！我去！操！
妈！贱货，非逼老子动刀！走，不许动！警察，不许动！走！婉晴妹子，婉晴妹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丽莎，怎么了？那个沈秋莲被人捅了一刀，现在人在医院，生死未卜呢。什么？是谁干的？听说啊，是被人入室抢劫了。他跟劫匪啊抢夺东西的时候被劫匪捅了，流了好多血呢。虽说他这个人呢不怎么样，但是遇到这种事儿，实在是倒霉。不，这是他自作自受。顾先生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？是陈大刀干的。陈大刀知道自己被通缉后，就去沈秋莲家拿了沈秋莲的私房钱，准备跑路，但没想到被沈秋莲发现了。他们二人在争执的途中，陈大刀拿刀捅了沈秋莲。那陈大刀被抓住了吗？该不会让他跑了吧？放心吧，他已经被捉拿归案了。走私加上故意伤人，足够他在牢里待一辈子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沈秋莲呢？她还有救吗？她失血过多，送去医院没多久就断气了。真没想到，这辈子沈秋莲竟然会死在陈大刀手上，真是天道好轮回。不过上辈子我和灵儿是无妄之灾，沈秋莲却是自己引狼入室。话说，这沈秋莲的儿子江泽阳啊，也是婉晴妹子你的侄子，他爹没了，他妈妈也走了。哎，你说这警察不会把他送到你们这儿吧？不会的，警方已经找到了江泽阳的叔叔江远成。这是你妈妈的骨灰盒，你拿好。一会儿会有人来接你，泽阳。以后你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做人。爸爸，你要把我送给谁？妈妈走了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是你说的，我冒充了你爸爸，我是个坏人。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说。你别这么叫我，我的确不是你的爸爸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接你的人到了，去吧。我不，爸爸，你就算不是我爸爸，你也是我叔叔啊。妈妈死了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而且你还答应过妈妈，一定要让我考上大学。你就当是我骗了你了吧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定期去看你。爸爸，爸爸！灵儿，灵儿，爸爸前段时间南下挣了点钱，这是爸爸给你带的礼物，有糖果，有巧克力，还有流行音乐磁带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爸爸再给你买。不要！灵儿，妈妈，这些东西你不应该拿去安抚江泽阳吗？我们灵儿有爸爸有妈妈，他不需要。我把泽阳送去福利院了。什么？就算他沈秋莲背叛了你，但江泽阳好歹是你的亲侄子，你疼了他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舍得啊？我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你，送他去福利院，对他，对我都好。况且，我有自己的孩子，以后我的一切都要留给别人。婉晴，我现在挣钱了，我要带你和灵儿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可惜，不需要。怎么会不需要呢？这笔钱它也不是小数目。是，我知道，你现在可以自己挣钱了，但是你靠卖衣服挣的那点辛苦钱，只有我才能让你和灵儿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谁说的？我新爸爸也很有钱，他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灵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前段时间知青反正的政策下来了，你的新爸爸马上就要回首都了。政策已经出来了，看来我跟顾清河是时候离婚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可以和妈妈跟新爸爸一起去首都。不可能，顾家不是一般的家庭，即使顾清河愿意，他的父母也不会同意。婉晴，
他迟早会跟你离婚。我就算跟他离婚，也不会跟你复合。灵儿，我们走。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现实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哎，婉晴妹子，总算回来了。顾清河走了。什么？顾清河家里啊，原来是当大官的。顾清河的父母开了一辆特气派的小轿车来接他了。哎呀，这知青返乡的政策一出，他父母就让他跟他们回家。然后顾叔叔就直接走了？没呢，他等了你们1个多小时呢。估计是他父母催得紧，他没办法就先走了。不过他临走前让我跟你们说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让你等他几天。我知道了，李婶。婉晴妹子，你也别太难过啊。他说了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估计啊，是到时候接你和黎儿去他家的。不可能的，他就算回来，也是为了跟我离婚的。这没事的，李婶。反正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，黎儿也开始念书了，就算跟我离婚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就连上辈子的歹徒都已经伏法了，这辈子我和黎儿一定会好好的。能这么想啊就好了。总之啊，你要是还想改嫁，李婶啊随时为你介绍。好。黎儿，快吃饭。妈，等顾叔叔回来，你能不能不要跟他离婚？顾叔叔脾气很好的，只要我们脸皮厚一点，他肯定会认命的。你妈可做不来这种事。做人要知足，顾叔叔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别想这么多了，快吃饭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咱们去看看。这么多东西，就是吧？这么多，这是干什么来了？这是收音机吧？还有这个凤凰牌自行车，巧克力、麦乳精、白兔奶糖，对，还有缝纫机、电风扇。这么多东西得多少钱啊？还得是文化。就是，听说他被学校给开除了，这辈子都当不了老师了。你看人家现在挣多少钱呀？是啊。婉晴，你快来，你瞧瞧看，我给你和黎儿买了什么好东西。江远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婉晴，我都知道了，顾清河家里面来了人，他抛弃了你和黎儿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还是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对你和女儿的。你等等，谁跟你是一家人了？你赶紧带着你这些东西给我滚！就是顾叔叔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妈妈和顾叔叔还没离婚呢，顾叔叔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。黎儿，你还不肯死心吗？顾叔叔家里面是当官的，他肯定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做老婆，不会要你的。黎儿，快帮爸爸劝劝妈妈，让妈妈跟爸爸复婚好吗？我呸！江远成，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我早就说过，就算我跟顾清河离婚，我也不会跟你过的。你不跟我过，你跟谁过？我好歹是黎儿的亲生父亲，那你要是再给他找一个后爹，那能有我真心对他好吗？再说了，我都改正了，不然我也不会买这么多好东西送过来，是吧？是呀，婉晴，我看江老师这次呀是真心悔改，要不就原谅他吧。你们好歹夫妻一场，反正沈秋莲也死了，不会再来纠缠你们啦。婉晴啊，别太不知道好歹了。江老师现在这么挣钱，错过这街没这店了。你们先跟他过呀！我再说一遍，就算你成了这村里的首富，我也不稀罕。婉晴，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应该为黎儿着想啊。那以后黎儿读书了，肯定要用到很多钱，但是有我在，你们会过得轻轻松松的。我才不稀罕！之前你对我和妈妈做出那么多过分的事，你以为你现在有钱了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？我和妈妈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黎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怎么，黎儿说的不对吗？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婉晴，再怎么说我也是黎儿的亲生父亲，我给自己的女儿买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不许进去！江远成，我才不要你的东西！
以前我和妈妈吃不饱饭的时候，你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你现在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走，走啊！给人了！好气派的小轿车呀！咱们村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大一个人物啊？顾叔叔，灵儿，几天不见，怎么都瘦了？顾叔叔，你不打个招呼就走了，我饭都吃不下。顾叔叔，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怎么会呢？顾叔叔这次是专门接你跟妈妈去首都的。真的？婉清，上次我走得太匆忙，没时间跟你告别。但是我跟父母说明了情况，他们都盼着你赶紧过去呢。婉清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爸妈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吗？我还以为你这次来是跟我离婚的。怎么会呢，婉清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而且我跟他们讲了你的事迹，他们都对你钦佩不已。他们说这辈子我能娶到你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那你呢？我不希望你是因为什么救命之恩才……婉清，这段时间我跟你们母女住在一起，我深深被你的勇敢，被你的坚韧，被你的一切所折服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离婚。太好了，我要和妈妈一起去首都啦。可是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太大的本事，我和灵儿去了首都，就得仰仗你。我不想这样。怎么会仰仗我？首都人民对实心洋装的追捧只会更甚。你在服装设计方面的天赋，只会让你在首都大展拳脚。好，那我答应你，跟你去首都。太好了！不行，婉清，你是我的老婆，我是灵儿的亲生父亲，你不许跟她走。江先生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在法律意义上，江远成已经死了，而你只能做你一辈子的江凯明。你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母女团聚？况且我跟婉晴已经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。没错，江远成，你的死亡证明还在呢。3年前我亲自去开的，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能死而复生，可惜。总之你以后好自为之吧。那我先进去收拾东西了。好。灵儿，走。顾清河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只要你不回来，他们母女迟早会跟我相认的。就算我不回来，他也永远不会跟你相认，因为他们有思想，有觉悟。你不懂这些，所以你注定什么都得不到，包括你的这些财富。你……两位是来买衣服的吗？哎，婉晴妹子，是你啊！还有黎儿，你们从首都回来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呢自己创立了一个新品牌，最近在拓展业务，想邀请你当这个大区的代理人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这个品牌很火的，原来是你创作的，我说风格这么熟悉呢。只是这大区经理，你确定让我做？当然，当初要不是你赏识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好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前夫江远成破产了。他之前生意做得挺大的，可惜太急功近利了，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到一个产品里了，结果全赔进去了。哎呀，现在正借酒消愁呢。是吗？好了，咱不说他了。哎，你们在这儿待几天呀？要不我请你们吃饭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还要去别的城市，待会儿就走。老板，我们回见。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